神像出现在我们眼前。Rosalia，你看，真的有7胞胎的小孩子。才不是小孩子，我们7个 Vita 可是城市的代理人，大家有什么困难都会向我们寻求帮助。原来是服务一整座城市的代理人，大家真了不起。姐姐再多夸夸我也没关系。希儿，我们也很优秀，不仅每天都要给孩子们读绘本、排练童话剧，还要抽出时间练习偶像技能。没错，我们也很棒，既是预备偶像，又是孩子们的老师。这真的太辛苦了，每天都累得只想睡觉。嘘，笨蛋莉莉娅，你又忘记了吗？我们作为绮罗姐指导的专业偶像，随便抱怨自己辛苦，可是相当危险的发言。笨蛋 Rosalia， 我们还只是预备偶像。才不是预备偶像，伏特加女孩已经在选秀比赛上贡献了相当精彩的演出，可最后还是被淘汰了。在那次选秀比赛后，我们仔细地反思了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星际偶像绮罗姐的帮助下进行了非常专业的训练。就是一直都没有上过声乐课。上次问到这件事，绮罗姐反而让我们去请教爱因斯坦博士。即使现在距离梦想还有一段距离，但出发了总比原地踏步要强。付诸行动一定比什么都不做离目标更近。就算我们走得慢一点也没有关系。莉莉娅，我又在不知不觉中说出了很了不起的话呢。就用它做下一次选秀的参赛宣言吧。下一次选秀就在下星期啊，还是德丽莎帮我们报的名。这次不仅有绮罗姐的专业指导，还有大家的现场应援，我们一定会取得非常厉害的成绩。可是 Rosalia 还没有记熟台词。不必担心啦，莉莉娅，只要有天才的 Rosalia 陪在你身边，什么选秀比赛都不在话下。笨蛋 Rosalia 又在进行无效的自我安慰了。放心吧，莉莉娅，我一定会在课余时间好好记住台词。最近陪孩子们排练童话剧太开心了，我总是忘记排练。莉莉娅，你不会再生气吧？笨蛋，我才不会因为这种事情生气呢。而且就算这一次又被淘汰了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成为最好的巡游老师，还有闪闪发光的偶像。看到大家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快乐又忙碌地努力着，我们也不能例外。就像希尔，不仅要给孩子们上课，自己也要参加天命的队员培训。希尔真的很了不起。别这样说，我只是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学校充实的活动离不开大家的帮助。原来姐姐你们是老师，还组织了这么丰富多彩的教育课程。我们都是希奥拉基金会旗下学校的客座辅导员。希尔、Rosalia、莉莉娅，还有2位通过远程连线加入的老师，他们总能给课堂带来精彩的创意。一直以来，大家都辛苦了。你这个笨蛋又在说什么傻话？也不知道那个在训练日还要备课到深夜的家伙是谁。希尔怎么知道？当然是因为……总之，给那群小鬼当老师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每个人都要负责。你这家伙，不许把事情都揽到自己头上，然后还把功劳全分给别人。希尔说的没错，这份工作是大家自主选择的兼职，对我们自己也很有意义。能在离开圣恒空间后为大家做些有益的事，我们很高兴。每天都能和这么多有趣的孩子在一起做游戏、读童话故事，多开心呀！看来，成为人的答案，你们2个已经找到了。米斯特林也这样认为吗？希尔对我们说过同样的话呢。米斯特林，我们一定会找到帮助你恢复自由的方法，不论需要多少时间，我们都会为此努力。你们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助了。所以，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答案，就请你们带上这件珍贵的宝物，继续向前吧。可是，现在的你根本没有办法离开星启明星，我们不能就这样丢下你不管。好啦，我现在明明很自由啊，既能和可爱的孩子们一起生活，也不必像格蕾修和希尔他们那样
兢兢业业，这不是很好吗？再说，地球上也好，世界炮当中也好，人们无法离开自己生活着的世界，这才是人生常态吧。你果然还是老样子呢。我与格里修，还有那些孩子们，大家都在为把启明建设得更好而努力，每一天都很充实，也因为这份充实，总能获得崭新的快乐。这种类似于养成玩家的心情，你们现在一定也能感同身受吧？格蕾修，就是浮华讲过的那位朋友吗？希尔，对吗？你好，格蕾修。虽然这是第一次见面，但听了浮华姐姐讲给我的故事，我感觉自己已经和你们一起经历过许多冒险了。浮华也将你乘坐方舟航行的经历告诉了大家，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很好奇星星上的故事。真的，启明的居民们也喜欢听我讲述那些故事。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能将星星上的色彩描绘给更多人。太好了，格蕾修。我最近一直在想，如果能请大家到学校里轮流做一日老师，孩子们或许就能见到更辽阔的风景。一日老师，是让大家给孩子们上一天课的意思吗？没错，即使是函授的形式也没关系。希尔果然像浮华姐姐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呢。每个人身上都有独一无二的经历，我希望这些充满意义的故事能在孩子们的心中传递下去。这只是我的初步想法，还需要多向大家征集建议。做传授知识、讲述故事的老师，听起来是榆木脑袋会擅长的事情。浮华，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兴许你还能见到不少朋友。好，如果大家愿意，我们过几日便启程去看看。当老师啊，那我可得好好考虑一下讲什么了。毕竟我可是学高识广、才思渊博的识之律者，总得讲的深入浅出些，不然那群小鬼可听不懂。你，哼，要是西奥拉假期来学校探望，看到你在课堂上带着一群小鬼喊什么万岁，怕不是要当场气哭，满地打滚了。喂，你少污人清白！我什么时候做出过那种事情？哎呀，看来识之律者不仅容易误人子弟，就连记性也不太好啦。我说希儿，你该不会是怕学富五车又受人欢迎的识之律者女士抢了你在孩子们面前的风头，所以心生嫉妒，再说醋话吧？啊，嫉妒？你这么幼稚又莫名其妙的攀比之心，到底是从何而来啊？唉，小时还是老样子呢。老古董2号，是他先说我的。识之律者，希尔和你一样，都想为孩子们带去有意义的知识。你们可以在达成这一点共识后，再讨论具体的教学形式。行，就看在我们曾经同生共死的份上，我大人不计小孩过。希尔说的果然没错，你在浮华和苍玄之书身边真的老实不少，感觉一下子变成了班主任身边的好学生呢。我说你，希尔，如果浮华和识之律者他们能抽空给孩子们上课，一定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吧？是。希儿，你刚才大言不惭的在说谁呢？啊？希尔，如果一切方便，过几日我们便会动身。无论是识之律者、普罗米修斯还是苍玄之书，我们都有很多见闻愿意和大家分享。除了旅行见闻，我还可以给孩子们讲很多神话故事，这样苍玄和丹珠帮我中的故事大王就能派上用场了。或许还有笑话大全，可以帮助榆木脑袋活跃课堂气氛。不过有识之律者在，这一点倒不必太过担心。那是自然，这世上就没受人敬仰的识之律者搞不定的场面。
总感觉石之律者骄傲的地方有些独特。有吗？不过石之律者好像很适合陪孩子们演童话剧，到时候苍玄之书和浮华负责讲故事，普罗米修斯负责讲科学知识。那这下我们两个做什么呢，莉莉娅？这个简单啊，我们两个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喂，莉莉娅，我们俩作为最好的巡游老师，当然不能偷懒啊！对了，福特家女孩就陪着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终于能堂堂正正的大玩特玩了。等孵化他们到达学校，我们可以在一起讨论为孩子们组织什么样的新活动。希儿，我也会拜托苏叔叔多帮助我们通话，让启明和地球的孩子们都拥有更多相互学习的机会。好呀，这样的未来一定会很有趣。